很多人以為9毫米子彈的彈頭直徑就是9毫米，但實際上，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2種9毫米手槍彈，不僅完全不能通用，甚至代表着2套完全不同的武器設計體系。一種發展至今已有120年歷史，成為現代全球最主流的手槍彈之一，而另一種明明更年輕、更現代，卻始終沒能走出俄羅斯陣營。為什麼同樣是9毫米，命運差距會如此之大？2種彈藥背後又有着怎樣的武器設計哲學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和9×18毫米馬卡洛夫彈，同是9毫米，為什麼卻有着不一樣的人生？1901年的維也納，一個叫格奧爾格魯格的奧地利工程師正盯着一顆讓他不滿意的子彈，這顆子彈正是他之前設計的 7.65毫米彈。德國海軍嫌他口徑不夠大，停止力不足，要求他拿出更強的方案。魯格沒有重新設計，只是做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改動，切掉彈殼的瓶頸，把原本 7.65毫米的彈頭直接擴容到9毫米。就是這麼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動，就此誕生了日後影響全球輕武器格局的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。1902年，魯格帶着這款全新的彈藥遠赴倫敦，向英國小型武器委員會做公開演示。同年，他又帶着3把原型槍漂洋過海，前往美國斯普林菲爾德兵工廠參加測試。可惜這2次海外推廣並不順利，均以失敗告終。直到1904年，德國海軍率先採用了這種新型9毫米手槍彈。到了1908年，德國陸軍也正式列裝，並搭配大名鼎鼎的魯格 P08 手槍配發部隊。這顆子彈還有個專屬名字，叫帕拉貝魯姆，這是個拉丁語詞彙，出自一句古老名言 Civis pacem per bellum， 翻成大白話就是想要守護和平，就得時刻做好備戰的準備。而這句充滿矛盾的格言，後來也幾乎成了20世紀軍備競賽的縮影。沒過多久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這款9毫米彈藥和魯格手槍跟着德軍奔赴整個歐洲戰場。在泥濘的戰壕、殘酷的近戰裡，他憑借穩定可靠的性能一點點打出了口碑。一戰結束後，協約國在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軍工產業下達了極為嚴苛的封鎖限制。他們本想靠着這紙禁令徹底掐死這款彈藥的發展，讓它止步於德國本土，可現實卻截然相反。嚴苛的禁令逼得大批德國軍械工程師被迫出走，隨之帶走的還有這款彈藥的整套設計圖紙與生產工藝。這些核心技術陸續流入歐洲各國，越來越多國家開始生產這種9毫米彈藥。原本用來封鎖的禁令，反倒成了它風靡歐洲的推手。等到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時，這種9毫米彈藥早已不再屬於德國。英國的斯登衝鋒槍、比利時勃朗寧大威力手槍以及越來越多的武器，都開始圍繞它進行設計。隨着2戰落幕，這款性能出眾、通用性極強的9毫米子彈也深深烙印在了整個輕武器發展史上。1949年北約成立，但一個棘手的問題很快就冒了出來。如果戰爭爆發，盟友之間連手槍彈都沒法互相補給。美國用.45 ACP， 歐洲大量裝備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，其他國家也都有自己的制式口徑，没人願意輕易換彈。因為一旦口徑被統一，就意味着整個國家的武器體系都要跟着重構。可現代戰爭最怕的恰恰就是後勤斷裂，統一口徑開始變得迫在眉睫。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，在一系列政治博弈與技術妥協後，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的地位才終於被正式確立。隨後，北約通過 STANA 4090標準化協議，將其正式納入標準體系。9毫米帕彈真正的格局變化發生在1985年。這一年，美軍正式選定伯雷塔 M9 作為制式手槍，開始從.45 ACP 口徑轉向9×19毫米標準。隨後的10幾年裡，以 Glock 17為代表的新一代自動手槍迅速席捲全球警用市场。高容量彈匣、可靠性與結構簡化，進一步強化了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的霸主地位。至此，9毫米帕彈的版圖已無人撼動。2戰結束後，蘇聯紅軍攻入柏林，德國倉庫裡堆滿了繳獲的武器和彈藥 MP40、P38， 還有大量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。蘇聯軍工部門對着這些繳獲裝備反覆拆解、對比、測試。
他們發現9毫米炮彈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，威力、可靠性、實戰表現幾乎沒有明顯短板。然而他們還是決定重新研發一种全新的手槍彈。這個看似多此一舉的決定背後卻藏着蘇聯人極具遠見的心機。原因並不是蘇聯造不出9毫米炮彈，而是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輕武器體系和西方徹底綁定，因為標準這種東西一旦採用，影響的就不只是子彈本身，用什麼彈藥、後續的槍械研發、後勤體系，甚至作戰思路，都會被這個標準牽着走。而9毫米炮彈已經越來越向西方陣營靠攏，對強調體系獨立的蘇聯來說，這顯然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。更何況，敵我雙方彈藥完全通用，意味着繳獲即可變成補給。在蘇聯人眼裡，敵人能直接利用自己的裝備補給，本身就是一種危險。於是最終，蘇聯選擇了一條更蘇式的路線，重新設計一種只屬於自己體系的9毫米彈藥。所以到了1946年，蘇聯給工程師鲍里斯·謝明下達了一項任務，設計一種全新的9毫米手槍彈，要求膛壓不能太高，結構必須簡單，能讓自由槍擊手槍穩定工作，還得方便大規模生產。謝明很快盯上了一種德國實驗彈9毫米 Ultra 彈，這是一種德國人在1930年代為空軍研發的中间型手槍彈，威力比.380 ACP 更強，但膛壓又低於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。對於蘇聯來說，這幾乎就是最理想的模板。於是謝明在他的基礎上繼續改進，最終做出了後來大家熟悉的9×18毫米馬卡洛夫彈。不少人覺得馬卡洛夫彈和9毫米炮彈無法通用，僅僅是彈殼長度的差異，但真正關鍵的玄機其實藏在膛線裡。西方測量口徑通常測的是膛線凸起的位置，也就是咱們說的陽線，而蘇聯測的則是膛線凹槽，也就是常說的陰線。測量方式一變，數字看着都是9毫米，實際尺寸卻截然不同。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口徑不同了，而是蘇聯工程師在2顆都叫9毫米子彈之間築起了一堵看不見的牆。彈藥確定之後，蘇聯很快開始為它配套研發新型手槍。1951年 PM 馬卡洛夫手槍正式列裝。這把槍並不追求極致性能，它真正強調的是蘇聯式的夠用主義。而9毫米馬卡洛夫彈恰好就是為這種設計思路量身打造的。很快，整個華約陣營都開始裝備這套體系，9毫米馬卡洛夫彈也逐漸成為冷戰東歐陣營的統一標準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它的發展始終高度依賴華約體系本身。而另一邊，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卻正在北約體系和全球商業市場中迅速擴張，雙方的差距也開始越来越大。1991年的冬天，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國旗緩緩降下，冷戰結束了。東歐國家一個接一個轉向西方陣營，武器體系也開始向北約標準靠攏。9×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也成為了全球最主流的手槍彈。雖然它不完美，但圍繞它建立的體系已經大到無法被撼動。而曾經貫穿整個華約體系的9×18毫米馬卡洛夫彈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。它沒有輸給任何一場戰爭，也沒有敗給更先進的設計，只是當支撐它存在的體系消失時，它也失去了該有的競爭力。